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第8代的工兵统帅终于来了。那官方发布的时间太过阴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，我这个影片发布的时间应该也是蛮阴间的。没错，这一次是由官方他们自己发布出来的技能消息，所以基本上不会出现技能错误的问题。不过不排除之后有可能技能会削弱。先看看技能特效，没有想到海尔曼也是一样有半圆形的技能特效，然后会放出一只狼。这只狼不排除就是之前有提到海尔曼的中毒效果。不过我个人觉得它的技能特效其实有一点单调了。不过这一次我是猜错了，它是有伞形范围攻击，最多3个目标，造成一次直接伤害，伤害系数2000，每增加一支队伍就会递减15%，并且会给命中的队伍施加一个10秒的3层中毒效果。该效果最多能叠加15层，且每次叠加都会刷新持续时间。每一层中毒效果会使该部队受到技能伤害提升3%。严格来说，2000的伤害系数对于范围攻击的统帅来说并不是很高，但是它的重点在中毒效果。这里的技能并没有写会有冷却效果，但是它只是说会持续10秒。基本上要在10秒里面再次触发主动技能是没有问题的，也就是说它这个中毒效果会持续存在，但是最多只能叠加到15层而已。每一层会有3%的伤害，也就等于说如果升满到15层有45%的伤害。所以严格来讲，海尔曼这个技能是真的很强你们不能只是看系数而已。怒气需求1000，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技能拿来放主将会比较合适，先让对方中毒，让对方受到的技能伤害提升，然后再打出伤害会比较好。不过在我录音影片的途中，官方那边就发布了这个东西，他说是叠成2层，不是叠成3层，也就是说第一个回合的2层中毒效果只是提升对方受到的技能伤害6%。第二个技能提升3维数值，工兵攻击力提升20%，工兵防御力提升20%，工兵的行军速度提升15%。以目前新统帅的设计来说，20%的提升是已经足够了。第3个技能在进攻野外时，自身部队造成的全体类技能伤害提升20%。进攻野外部队时，释放主动技能后的2秒内使目标部队防御力降低20%。工兵单位受到骑兵单位伤害提升5%，工兵单位对步兵造成的伤害提升5%，就有兵种克制的问题。不过这个技能也更确定了海尔曼必须要做主将。当海尔曼释放主动技能之后，让对方受到的技能伤害提升，然后再降低对方的防御力，再让副将再释放技能，这样才可以打到对方更加痛。第4个技能受到来自中毒部队所有伤害降低，伤害降低等于敌方部队中毒的乘数乘 1%。每次基础攻击有10%的概率对伞形范围内最多3个目标造成一次直接伤害，伤害系数200，每增加一支敌方部队就会递减15%，并给命中的队伍施加10秒2层的中毒效果，冷却时间3秒。那看到这个技能，有些观众可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其实也就是算是海尔曼的一个 debuff 来的吧。假设对方是受到中毒的效果，他对你造成的所有伤害将会降低，降低的幅度就取决于它叠层到多少。如果它叠层到15层的话，也就是降低15%。不过下半段就有一点类似像诸葛亮那样，每一次基础攻击有10%的概率对伞形范围3支部队造成一次直接伤害，并且还会额外施加2层的中毒效果。所以我觉得海尔曼的中毒效果呢，应该都是会持续在的，只要你们不要一直拉扯打，不要给他的技能断掉，都会存在。不过这边就衍生出一个问题了，他这个中毒效果照理来说应该是打在对方身上，你们可以理解为像萨尔贡的大地效果。我不确定这个中毒效果能不能持续下去，就比方说你这个队伍打完了，但是你的队伍死掉了，你的朋友过来帮忙，能不能持续15层下去。尤其像海尔曼这个半圆形的攻击呢，我相信有不少的玩家都会使用海尔曼。野战方面，海尔曼的数量应该不会少，而且它可以打3个目标，这个额外的伤害又可以打3个目标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个人还是蛮好奇的。觉醒技能每向敌方部队施加25层的中毒效果，它这里应该是写15层了，它那边写最多到15层而已。则再发动一次等级5的堕神之身，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主动技能，然后冷却时间10秒，再加上觉醒技能的话，也就是说它的主动技能释放的时间其实会更短，叠毒的概率会更高，可以保证对方的中毒效果不会断掉。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对单一目标而已，假设是打3个目标，它有2个目标可能是随机的。不过海尔曼面对的主要目标是永远都会中毒的。假设是要用海尔曼的话，其实每一个技能都蛮重要，尤其是第1、第4还有觉醒技能都有互相影响。
不过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，中毒时间10秒其实是已经足够让海尔曼释放第2次主动技能了，所以他的觉醒技能不一定要开，只不过开了觉醒技能之后可以让海尔曼再次释放主动技能，打出2000的 AOE 伤害，还有再叠成中毒效果。假设官方设计的思路是跟之前铁木真是一样的话，也就是说他这个技能就算是释放多一次也不会影响到副将。冷却时间10秒也是为了不要让他放太多次技能，所以他的效果应该是跟真德差不多的。我这里指的是他的主动技能释放的时候。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打出更高的输出还有叠毒更快的话，开觉醒技能会更好。当然如果他这个技能没有写错的话，确实是25层了，这个触发条件可能就有点不一样，只有一个海尔曼是不够的。那战场上不可能只有一个海尔曼嘛，如果条件达到的话，就是说对方受到的技能伤害将会提升，然后海尔曼再次释放主动技能，可以打到对方更伤。但海尔曼跟真德不一样的地方是，真德必须要在副将释放主动技能之后才可以再次释放主动技能，但是海尔曼他这里并没有限制说副将必须要放，有可能海尔曼放了技能之后还可以再放多一次，但是会不会影响到副将这个我就不确定，因为像海尔曼他的叠毒效果是直接伤害之后才释放的，也就是说触发的回合数应该是在副将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，所以这一点可能需要做测试。但如果是根据官方这里的文本要叠到25层的话，这个我就不确定了。当然今天所说的是我的设想而已啊，我也不确定我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正确的。不过神秒的冷却时间估计他这个技能应该也是会像真德的技能那样，一次技能有，一次技能没有，一次又有。以目前今天我看到他的技能来做推测，我觉得海尔曼其实设计还不错，但是缺乏生命，他大多数的技能都是在输出，3位提升算中规中矩，不过有加跑速或许可以搭配给诸葛亮，刚好诸葛亮也是有生命值提升30%。假设这2位统帅搭配在一起的话，谁做主将会比较合适？那刚刚官方有修正了，海尔曼的技能只会叠加到2层，严格来讲诸葛亮做主将会比较合适，因为第一次释放技能其实影响还蛮大的，要等到海尔曼叠毒上去，这个速度可能会比较慢。不同在于海尔曼打的是3个目标，诸葛亮打的是5个目标，还有诸葛亮的天赋是技能天赋，技能天赋提升伤害会比较高一点，然后武侯效果又会提升伤害10%。所以以我个人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诸葛亮做主将会比较合适。当然这个推荐也只是属于那些只是想要玩一队工兵的玩家。那如果是2队工兵呢，我觉得可以把现在搭配诸葛亮的副将给踢掉，不管是亨利还是尼布甲尼撒都可以移除掉了，留住这几位统帅会比较合适。考虑到诸葛亮还有李成桂都没有跑速加成，所以这2个统帅必须要分开。这样的话我会选择用布迪卡搭配诸葛亮，海尔曼 P 搭配李成桂，这也是属于野战统帅的搭配。那当然因为我还没有去测试过海尔曼的技能啊，也不知道他搭配哪个统帅会比较合适，所以暂定可能是这样子搭配。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担心布迪卡的地位会不会保得住，因为这一次出2个工兵统帅，亚速班尼拔的技能我们还不知道，可能会取代布迪卡或者是李成桂的位置。那以上就是海尔曼 P 的技能介绍啊，你们对海尔曼 P 的技能有什么见解呢？还是有一些地方我说错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还有你们对海尔曼 P 的技能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